好，谢谢樱木，谢谢石榴狮子。好，那么到点了，咱们开始今天的这堂课，欢迎大家来到来云老师的直播课堂。那么今天呢是咱们学习的江寒汀的小写意的花鸟画四条屏之秋不是知秋老师，是知秋，四条屏知秋。对，群里边每次上课前都会发这个资料给大家啊。那么前两节课我们画了春和夏，今天呢画这个秋景啊。今天这个秋景呢和平常大家所见到的这种画秋的这种景象不大一样，对吧？他选择了这个银杏树，选择了一棵银杏树。平常我们都是画一些花，对不对啊？谢谢菊妹。平常都是画一些什么芙蓉花呀，秋天的菊花呀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画一个银杏。那么一会儿画的时候啊，我想啊，把这个银杏呢，咱们用这个黄色来画啊，把秋天的这种感觉再给它营造的强烈一些，好不好？好，那么首先看左边的这个小地图啊，左边这个9宫格的图，找好位置啊，找好位置。那么咱们的长度啊会比这个稍微长一点，但没有关系啊。那么这只鸟大概是在这个纸的1/3上方一点啊，1/3上方一点。其实这个上面啊留的长一点，咱们把这个银杏叶子往上加啊，加到上面去会更好看一些啊。所以呢，这个四条屏啊，其实长一点更好看啊，长一点更好看。好，那么大致呢，我的位置啊已经找出来了，好吧？我的这个你看我的四条屏，这个4尺的尺寸比较长啊。小鸟呢，我准备画在这个地方啊，准备画在这个地方，这么斜着，对吧？正好在我这个手巴掌这一块，然后呢，枝子从这儿上来穿上去，就挺好啊。先从这只鸟开始啊，这只鸟我也没查到是什么鸟啊，找了半天也搜不到啊。这个鸟呢，感觉像是这种。咋进群呢？点击老师的主页，这不就能进群了吗？点击主页就能进群了。那么这只鸟呢，好像是类似于这种，之前老师做过一次活动，还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做过一次这个非遗的一次活动，对吧？请来了北京的某一位这个做风筝的非遗传承人。咱们的这个风筝啊，称为什么？南鸢北鹞，对吧？南鸢北鹞。那么这个鸟就长得特别像鸢或者长得像鹞，就是类似于这种老鹰的这种感觉，明白吧？因为通过它身上的这种斑点，还有尾巴的这个长度斑点呢，还有嘴巴的特征大致感觉就是那一类的这个鸟。菊花是黄色，银杏也是黄色，好看吗？菊花哪是黄色？菊花不白的吗？中间有一点黄。这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把菊花改成别的颜色不也行吗？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咱既然能改叶子，咱不能改花吗？想怎么改怎么改啊，这不是问题。好了，那么咱们开始。话不多说，从中间这只鸟，大家各自找好这个位置啊。如果你和老师的这个尺寸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么你的这个也是画在这个1/3这个纸的1/3线的这个地方啊，1/3折痕的这一块，把你的鸟画在这个1/3折痕的地方，好不好？如果你的比较短呢，你就往上画一画。那么首先咱们调赭石色，首先调赭石。赭石调一个墨赭石调一个淡墨的这么一个颜色啊。我这有个墨碟那我就往里边挤点赭石吧。挤点赭石。因为赭石这个颜色呢比较红比较红，所以呢
里边加一点淡墨啊，加一点淡墨。哎，同时再来一个碟子啊，要用到墨啊，要用到墨。来个小啊，算了，就挤在这儿吧。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嘴巴啊，从嘴巴开始了。又没传吗？好的，回头我一起传上啊，今天晚上一起传上去。最近是都发到群里边了，所以老是忘了往上传了。先用墨色比较浓的一个墨色呀，我们把嘴巴给画出来啊。那么这个大小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大小，好吧？你注意到这个小鸟的这个鸟的一个大小啊。我先缩小一点啊，否则大家容易画大。你看大小位置啊，大致呢是在这个1/3啊，1/3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正好你看左边这个图啊，正好是处于这个纸的横向的1/3，对不对？先画鸟啊，先画鸟，谁在上面，谁在前面，咱们先画谁，明白吧？一定是这个逻辑啊。这个鸟站在最前面，对不对？然后树干在底下，然后在石头，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前后顺序啊，按照这个前后顺序来画，好吧？找好了啊，那我开始了啊。先画小鸟，先画小鸟的嘴巴，嘴巴这个鸟呢比较凶猛啊，比较凶。你看它嘴里叼着一个小螳螂。注意嘴巴的一个形状啊，嘴巴的一个形状。哎，上下的这个先给它画出来啊，上下嘴巴的形状啊，先给它画出来。然后再来画眼睛，注意眼睛啊，眼睛的一个位置，它的起笔的地方啊，眼角的地方正好，如果垂直下来，正好在这个嘴角这一块啊，正好是在嘴角这一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啊，一定要先画准了啊，不要往后，也不要往前。那么通常我们在定位的时候，绳轩怎么不晕开？你画重，墨色浓一点就不晕开了嘛。墨色重一点，它就不会晕开啊。好，那么我看看啊，看看眼睛啊，颜料我还是放这儿了，你看别画大了，千万别画大了啊！我图片放了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画大了，好吧？首先眼睛这条线啊，你可以画的稍微直一点也没事啊，稍微直一点。那么这个眼神已经感觉出来比较凶猛了，对不对？已经感觉出来了。上眼皮儿，下眼皮儿啊。眼珠子，没关系，没关系啊，来的不晚，刚开始呢。好，这一步画完没有？能跟上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用这个比较重一点的墨色啊，比较重一点的墨色，把嘴巴和眼睛旁边的这个羽毛啊，给它画出来。那么嘴巴的颜色是比较深的了啊，这个嘴巴颜色比较深。
那么我们蘸墨啊，蘸墨时候浓一点，你看，对吧？浓一点，不要淡了啊，它就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颜色嘛。拿一支小一点的毛笔，你看小小的这个小狼毫或者小羊毫都可以。那么其实啊，眼睛两头呢，它的这个羽毛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不对？哎，你首先你要了解它的一个结构。这边你看小笔触就这么点就行了啊，就小笔触这样点即可，不需要你去撕毛啊，不需要去撕毛。往上稍微带一带，拉长一点距离。哎，眼睛下方这一块啊，稍微皴擦一下，眼睛下方这块稍微皴擦一下。那么它的嘴巴的一个位置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哎，嘴巴这个区域其实是到这儿，那么这边的羽毛我们可以稍微再点一点，连成片嘛。明白吧？好，那么再来分出这个嘴巴，再把嘴巴的这个颜色画上啊。那嘴巴也是这个墨色了，反正也是墨色啊。染嘴巴，老师讲过很多回了啊，讲过很多回。先从嘴角这儿啊，染结构，对吧？染结构，哎，这些地方都是结构，看到没有？放太大了，它老是虚镜头。哎，这墨不要阴了，你看这块阴了一点点，对吧？阴了一点，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咱们这有个刀郎，有个对镜头放大了之后啊，镜头它老是对焦，自动在不断的对焦啊，因为焦距太长了，放太大了，你知道吧？哎，那么嘴巴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哎，那么这个出来之后啊，我们开始呢就画身上的这个，画身上了，开始画身上了。身上选择一个什么？选择一个羊毫笔啊，或者是尖毫笔啊，选择一个羊毫笔或者尖毫笔。这里雕着一个小螳螂，雕这个小螳螂啊。我们来调颜色，赭石加淡墨啊，赭石加淡墨这么一个颜色。哎，刮一刮水分。好，从头顶开始，那么注意它头比较平，对吧？头比较平啊。不要阴了啊。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水分啊，要控一控水。哎，一笔直接过来啊，一笔直接过来，不要画太麻烦啊，一笔直接过来，然后往上呢稍微的斜向上啊，稍微的丝毛啊，有一点这个感觉即可。每一笔呢都并行的排列啊，并行的排列。啊，并行排列，看到没有？用笔啊，一笔挨着一笔啊，你看，是有一点啊，因为我老在动它。好，那我缩小一点吧，缩小一点可能好一些。毛笔压扁，压下去，看到没有？压扁，压下去啊。注意形成一个什么放射状啊，像脖子这一块是围绕着这个脖子去画的，你就不要画的太细了，不要去批笔一点一点的撕，你看直接把毛笔压扁点下去，看到没有？类似于咱们之前讲过什么点读法，只是到了外轮廓边缘处了之后，稍微怎么样啊？有一点这种丝毛的感觉就可以了。中间部分啊不需要有，是吧？这个小鸟呢比较凶猛啊，画的感觉好像画大了一点点啊，画大了一点。身体部分，紧接着身体部分啊，颜色稍微重一点，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之上啊，加一点什么？加一点墨啊，加一点墨啊，先回家吃饭，快去吧，先吃饭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一点这个墨色啊，加一点墨色，围绕着这个形状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形状啊？之前老讲，它其实是个什么形状？一个卵形啊，一个卵形啊。我们新来同学呢，我再讲一下。其实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整个这一块是一个什么椭圆形啊？椭圆形。然后分层次，又分出什么？底下又一圈是这个翅膀啊，底下又一圈是翅膀，对吧？一圈翅膀，再来一圈是什么？长的这个飞羽，对吧？如果是这么分的话，然后这边侧面的翅膀，紧接着到这儿是尾巴，那么到这边呢是哪呢？腹部，对吧？到这儿就是腹部了，腹部比较窄，这个角度呢看的不多，比较窄啊。那它一个整体的形状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咯。这是什么鸟啊？可能是小老鹰之类的吧？不知道，我也没查到。我也想知道它是什么鸟，没查到啊。你就按照这个方向啊，这样摆笔触就行了。笔触大一点，一开始呢不用太细。再蓄水。好，到旁边了呢，到底下了啊，就可以稍微有一点这种披笔丝毛，披笔丝毛的这个味道。这个赭石沉淀太大啊，这个赭石啊，渣太多了。好了，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中间这部分呢，它又是什么？
你就撕下来啊，直接顺带着撕过来，就是尾部的一个腹羽，尾巴上面的这些小的羽片啊，羽毛叫尾部腹羽，对吧？先直接给画下来啊，直接用这个颜色呢给画下来。紧接着用比较重一点的颜色啊，比较重一点的颜色呢，墨再多一点了啊，就是在这个颜色基础之上啊，老鹰宝宝，小老鹰了，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之上，哎，再调一点这个墨，调一点墨。我们把它的翅膀给画一画，画翅膀了，这个用笔一定要稳准狠啊，稳准狠，明白吧？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有丝毫的犹豫啊。首先你要懂得它的一个结构特征，对吧？太干了。哎，这半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上面的呢，由于有透视，小一点，而且是要这样包裹的，有这种包裹的感觉啊，要包裹住。到底下这个飞羽呢，就又比较长一点了，又比较长一些了。底下这一层也是颜色会重一些啊，长的羽片呢比这个短的呢颜色要重一点，明白吧？那么尾巴的颜色呢就更重一些啊，尾巴的颜色就可能会更重一点了。红隼呐，是吗？真的吗？我真是红隼呐，隼好像比这个大吧？我看这个隼嘴巴也不是这样的，我也查过了，但是感觉好像还不是。我搜一下啊，看是不是这个叫红隼？枭啊，对，什么枭、什么耀啊，还有什么渊啊，都有可能。他们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属于这种偏向于什么老鹰之类的这种啊。完了，我这个好像又画大了啊，整大了，坐着画画就不得劲儿了，现在。整大了啊，稍微大就大点吧。所以大家画画，要看好位置啊。尾巴虚入啊，虚入，虚出。之前好像有一个什么电影是讲这个隼的吗？对不对？
好，那么身体部分啊，这个腹部呢就是另外一个颜色了，对吧？也是赭石，但是呢比赭石的颜色稍微的要再深一些啊。脑袋呀，不知道是不是损了，不管它是啥了啊。来，再来继续，还是赭石，好吧？还是赭石，赭石里边可以调一点这个黄进去啊，调一点土黄进去，或者调一点什么鹅黄啊，随便调个颜色，我调进去看一看。反正就是区分一下它俩的一个颜色。那么如果加了鹅黄，这个颜色感觉好像偏亮了一点了啊，你看比较亮一些了，对吧？再掺杂着一些这个刚才画翅膀的这个颜色啊，墨，你看差不多还是这个颜色吧。再来点赭石。好，我们再来啊，再来继续。小笔触，啊，小笔触啊，毛笔不要太湿。顺着这个方向进行怎么样啊？撕毛。你也可以采用这种点的方式啊，教大家一个新的画法，好吧？伯劳更不是伯劳了，伯劳不长这样。伯劳我还是认识的。采用这种点的方式，看到没有？小点，轻轻的一笔一笔的落下去。好了，到这儿啊，就基本上快到腿语这一块了。尾部一接，看到没有？上面的地方再重一点，我们再加一下，再加一遍啊。来放大看一下，放大看一下啊。所以说，不一定所有的这种，不一定画鸟必须得撕毛，对不对？不撕毛也能画出来，看到没有？好，趁着半干不干的时候啊，笔尖再蹭一点淡墨啊，把背部呢，我们给它撕一撕。背部啊，
那么这一块啊，笔尖蘸着水啊，润一润，把这块润一润。稍微湿润一下啊，让它，明白吧？好了，那么我们继续呢，把这些点给它点上啊，身上的点呢，哎，现在给它点一点，我看看背部有一些没干啊，背部还不能点，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点啊。好像浅了一点啊，那从头怎么这么湿呢？不要点的太湿了啊！我这个羊毫笔这个蓄水能力太强了，所以呢，笔里边我这吸了好多回了，都还那么湿。哎，这样差不多啊。围绕着这个转折啊，围绕着这个转折转过来，看到没有？要转过来，哎，转过来啊！到下面了，往下转，往下转啊！哎，往下转，叫什么麻鹰啊？又出来个新名词呢？怎么百度的？我百度没百度出来，你是把这个图片百度的吗？整得我很好奇啊，麻鹰。按照它的这个身体的方向啊，就和我们刚才呀点这个笔触一样，撕毛的时候这种感觉一样啊。按照这个方向错开一点啊，稍微交错一点。直接收损了，真的是麻鹰吗？上面暂时还没有啊，不能啥都教啊。有的同学让我教这，有的同学让我教那，对吧？今天群里边还有同学，经常有同学发一张图发给我，老师能不能带我们画这个，带我们画那个？给老师累死啊！就是很凶啊，这个鸟。看吧，希望老师画大尺寸的，哼，是不是？首先你得看看自己的能力呀。我画大尺寸是可以啊，大家呢，有多少人能画得出来？这个课上完之后，有多少人能画出来，对不对？能不能起到作用？这是一个问题。
不要好大喜功啊，怎么还好大喜功呢？我说了，等这个课程结课的时候啊，咱们会有一个结课作品啊，就是画一张大一点的可以。但平常一开始，咱们还是以打基础为主，好吧？你是能画出来是吧？那别人呢，对不对？我得考虑大家呀，考虑整体啊。我不能为你某一个人服务啊，对不对？是什么鸟？刚才同学说了，叫麻鹰啊，叫麻鹰，麻鹰啊，小老鹰啊，就是个小老鹰嘛。好，把这个嘴里叼着这个小刀郎啊，给它画出来，好吧？小刀郎给它画出来。这个小刀郎是个绿色啊，一个绿色。那么昨天画荷叶的这个碟儿啊，我们来画这个小刀郎。哎呦，这个缩小一点，挺吓人的这个小老鹰。来调一个绿色啊，调一个绿色。有13种这个小麻鹰吗？没关系啊，画了就交，不要紧的，怎么还不敢交呢？如果你觉得特别差，你就不要交，对吧？你觉得感觉还不错，这张感觉不错，你就交上来。如果自己都能发现有很多问题啊，那你就不要交这个作业，对吧？那老师一看呢，更发现一堆问题啊，先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先能够解决。1号链接120节课，现在才上了31节还是32节？32节了。因为我把镜头调太大了，放太大了，我要缩小一点，它不对焦，它不老对焦，它就不会虚啊。所以画花鸟画呀和画山水画，它对于这个镜头的需求又不一样啊。画山水画基本上都是看一个整体，对不对？画花鸟画，特别是到时候画墨骨画，那都得把细节放大了啊，掏出来给大家看，对不对啊？稍微小一点呢，大家这个就觉得看不清啊，看不见，对吧？好，我们用花青调藤黄啊，调出一个绿色。我们先从它的身体部分开始画，好吧？先调一个绿色，从它身体部分，调出这么一个绿色啊，它比较深的一种绿色，看到没有？小蚂蚱，小螳螂啊。注意这个大小，尾巴的地方稍微加一点藤黄，接一下，腿也被咬进去了啊，腿也被咬进去了，看到没有？然后身体部分，其实你看
上面是背面啊，中间这一块呢其实是一个肚子的感觉，对吧？一个肚子的感觉啊，一个腹部的感觉。哎，再来画脖子，脖子这块颜色又偏黄一点点啊，偏黄一点点。老师会坚持教我们吗？大家如果坚持对吧？坚持支持我，我才能坚持教你们，这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情，对不对？那都没人坚持我，没人支持我，我怎么继续呢？一幅画需要反反复复的画吗？随便呢，自己看吧，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啊。课买了之后是永久的回放啊。你有时间，你比如说有的同学有时间，他画了2幅3幅一张画，画2遍3遍，那不挺好吗？如果没有时间，你把一张画1遍啊，给他认认真真画好也行，对吧？咱们又不是9年义务教育啊，我不能说规定你必须得画多少啊，不画老师罚你，对吧？不可能啊。对呀，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嘛，都是互相都是相互的啊。好，你看这小蚂蚱非常的生动啊，小刀郎啊，非常生动。连这个须子啊，连须子都没有精神了，就一命呜呼了啊！小刀郎一命呜呼了，你看看啊，一命呜呼。眼睛点个赭石，点个赭石色，对吧？身体有的地方哎稍微勾一勾，或者是拿红色稍微勾一下。它的腹部其实是有一点偏红的嘛，稍微画2笔嘛。哎，身体部分呢可以稍微再勾，其实勾了勾不勾都行啊，勾了也不一定能看得清了。小螳螂我们画过对吧？画过啊。哎，稍微勾2下啊，稍微勾2下就行，若隐若现的啊，有就行了，是不是？好，那么这个不就画完了吗？哎，很简单啊，很快，对吧？画完了吧？哟，你看看，特别凶猛啊，特别凶猛，脑袋稍微大了一点点，挺新鲜的，不新鲜也没法吃呀。
好，接下来我们就画这个树枝了啊。树枝画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个腿还没画，对不对？先画树枝，树枝画的时候你得考虑到这个腿到时候能不能站上去，所以画的时候一定首先我们自己要预估好啊，手比划一画，大概从哪过来啊，从哪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动手。可以先画这一段啊，先画这一段，然后这么画下来，上面画上去，这么接也可以，好吧？一命呜呼了。想买的同学不要犹豫啊，说不定哪天涨价了啊。我们调这个墨啊，还是这个墨。墨呢，你可以用纯墨，也可以带一点赭石也行，都可以。因为之前这个碟子里边有这个赭石，所以呢，我就带一点点也行啊。如果是有墨的话，就直接是墨不加赭石的这种比较好一些。一开始墨色不要太浓啊，淡一点，淡一点。毛笔先干一些，毛笔呢咱们先干一点。我像梁田那样伤心不会啊，我心里比他强大一点吧。不然怎么我是主管呢？好，我们可以选择啊，从这一段开始啊。接一下，对吧？然后，注意下面这个，这一段啊，注意这一段，这里边有什么？有银杏叶啊，稍微留出来这块空出来啊，先空出来。等把这边的银杏叶画完之后，从这个缝里边再来补这个枝子啊，再来补这个枝子，所以稍微空出来一点啊。那么这边呢，可以继续画上去啊，画上去。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吧？而且咱们是已经上车了啊，已经发车了，所以咱不可能停下来啊，不可能说像彭村一样逃跑吧，咱也不能干出这事儿来呀，没地方可跑啊。这么快吃完了？好，我们往上的啊，往上这个枝子啊，往上这个枝子我们把它画好看一点啊，这个枝子要画好看一点，要出彩。所以这块组织我们稍微的要组织好一点，这块啊组织好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出枝出的不太漂亮啊。
先把枝子给它出来啊，出来。杨天老师，我今天还说他呢，哎。好，注意一下啊，这个我已经跟这个原画呢，这个出枝的地方已经不大一样了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它两个枝是对着出的啊，其实对着出枝不太好看，不好看，所以呢稍微改了一下。好，这个地方我们先这样啊，先这样，先回头把叶子片啊什么都画好了之后再来看。杨天老师，主要就是这个，就是嘛，需要互相支持的时候，对吧？杨天老师就是被伤了一下心啊。我都不知道，我是也是听说的啊，昨天他都没告诉我啊。我们头一天周六的时候晚上我上完课他还跟我聊了一会儿呢，那会儿还没说要解散呢。哎，怎么周日正好周日我不有事没上课吗那天？然后周一就听说杨天老师不干了。把有叶子的地方可以先留出这么一个距离来啊，先留出这么个距离来，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枝干啊给它加上去。我之前不发群里边了吗？那个他的那个什么二维码。好，下面这个粗枝啊，我们可以墨色那个毛笔粗大一点啊，一开始粗大一点，粗一点。那么这个画的我跟原画不太一样啊，这个树干的这种画法啊，原画这个树干画的有点墨迹，对吧？哎，先可以墨色呢稍微干一点、淡一点啊。
稍微放松一点，画的随意一点。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画这个叶片啊，画这个叶片，好吧？先这边先不管它了，先不管它，回头再收拾啊。先把这个叶片给画出来啊，先把叶片画出来，先以这一组为主啊，这一组为主。哎，这一组要画的精彩一点，好吧？要精彩一点，我们把这个小枝子。小枝子先给它画出来啊。然后先就画一组吧，然后就画一组啊。好，喝口水。谢谢大家啊！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粉丝群里边啊，进入咱们这个粉丝群里边。那么上课之前呢，老师会把这个课程的图片啊、案例图、案例信息全部发到群里边给大家。今天怎么感觉这课堂比较安静呢？6点半的，新疆还没下班。过节去了，这比过年还是重要吗？过节过这个节比过年还重要吗？过年我感觉都没有这么冷清啊，过年那阵还挺热闹，大家天天上课人可多了，对吧？年前那阵。果然是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啊。好了，那么我们调藤黄啊，调藤黄啊，藤黄朱标，好吧，藤黄朱标。体会不到啊，藤黄加朱标，我们把它改成一个黄色的叶子，好不好？画绿的还是画黄的？大家画绿的还是画黄的？黄黄绿绿的，好吧？黄色不能直接用啊，这个颜色啊没什么分量啊，这个颜色太亮了，它分量不足，所以一般你很少能看到有人画这种特别黄的这种叶片，对吧？因为什么？它分量不足。红黄的，来听课的都是没有约会的，是吧？笔尖蹭一点点赭石，或者蹭一点这个绿色啊，笔尖蹭一点淡淡的绿色，对吧？哎，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挺好，蹭点绿色。
我们从这儿开始啊，从这个里边开始。像个小扇子一样啊，像个小扇子一样。哎，有的呢可以稍微绿一点呢，有的呢可以稍微绿一点，画一个黄绿相结合的这个叶片，好吧？也不是太秋，也不是这种深秋的感觉，对吧？如果是深秋啊，这个叶子更黄。好，上面我们把上面这一组画出来啊，提点图标，提点图标呢。嗨，我解群干嘛呀？不解群啊！我好好的解群干嘛呀？除非不干了解群，对吧？目前还干得好好的呢。哎，来一片稍微黄一点的，看，稍微黄一点的啊。好，那么两片比较黄的啊，里边再来一个稍微绿一点的，对吧？黄绿黄绿结合的这种。然后它俩中间啊，再来一个，再来个绿一点的，或者偏赭石一点的。画画不要大家不要害怕画坏啊，很多同学特别害怕一张画画坏了啊，画坏就坏了呗。像这种写意画，你看看，说一晚上画个几张都跟，可能对于我来说比较简单的啊，但是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啊，你画坏你就当练习啊，反正难道你想一张画画好了，要裱起来吗？或者拿去卖吗？如果没有什么这种没有这一类的想法啊，把心态放平一点啊，心态放平和一些，反而会画的好一些。很多同学画的时候，他这个负担特别大，对吧？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他有时候画画他特别害怕画坏，越害怕画坏呢，越容易画坏，就是这样，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个一定不要怕。好，我们用个赭石色。稍微勾一下，
来勾一勾啊。上面这个叶柄啊，从这穿过来，比如下面的这个叶脉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蓝一点的啊，稍微蓝一点的这个颜色勾啊，绿一点的。这样画画稍微的要动一点脑筋了，对吧？不是完全照着这个临摹啊，就得稍微动一点脑筋，所以画起来更有意思一点，而且就更主动一些了。完全照着临摹是比较被动的啊。那么稍微做一些改变，它就会主动一些，画画呢，稍微有意思一点了。这只鸟这个颜色，这上面这个赭石啊，不应该用赭石画，这个赭石太差了啊，赭石这个渣渣太多了，干了之后还灰。回头还得再给它来一遍啊，再给它染一遍，不然和这个叶片不配，不配。好，那么把这块呢，我们正好啊，就给它丰富一下了啊，就直接丰富一下了啊。不会改，嗨，这差不多就行，对不对？不是说大改呀，咱们现在只是说稍微改动一下，对吧？又没让大改，大改的话那比较复杂，比较难一些啊，那不如直接创作了，对吧？咱只是说小打小闹的，把某一些地方透梁换个柱啊，改个色呀。主要我是在拼凑春夏秋冬，现在这个秋天不太秋。而且这银杏树、银杏叶非常漂亮。那么注意颜色的一些深浅的一些搭配啊，一些深浅的搭配。让这种秋风扫落叶的感觉更强烈一点啊。再来几片和这个上面一样啊，稍微亮一点的，
这个颜色这个点儿已经让我给调脏了，所以我要再换一个点啊，换一个点用这个藤黄。藤黄，无论你调什么颜色，首先你藤黄一定要干净啊，和白一样要干净。陪我过节呀，谢谢啊。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稍微绿一点的啊。衬起来。然后用这个赭石色，哎呀，峨眉，乔妮回来了，上哪去了？银杏叶子的画法，银杏叶子画法不很简单吗？这个还需要再讲吗？银杏叶子画法太简单了啊！就像个小扇子一样嘛，你就把它画成个小扇子就行了嘛。好，黄黄的。这个地方我再补一个吧。
我就把这块堵上一点啊，堵上一点，那么这个枝干呢省得补了，对吧？拖个小懒儿，拖个小懒儿。好，我们再把上面画一画啊，画完之后把这个小鸟颜色给它改一下。小鸟这么灰啊，配不上我们的叶子。有些还是要让它绿一点的，有一些让它黄一点。小扇子啊，打开。这个颜色要做到这个统一之中啊，有一点点变化啊，要有一点变化，那就更好一些啊。上下啊，上下它其实是有主次之分啊，主次之分。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叶片呢，肯定是一个主要的啊，这一片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次要一点的。所以在颜色上啊，我们基本上也不是说特别的重了啊，特别的亮了，对吧？基本上不是特别的亮。极亮花青啊，钛青蓝，花青吧。这个不是麻雀啊，这不是麻雀啊。麻雀吃得了螳螂吗？来一片黄一点的啊。小白不适合构刻，你是一张国画没画过吗？你不是一张没画过啊。我的课以前我以前这个咱们好多同学也都是基本上也都是小白，看自己吧，
自己能付出多少啊，时间呐、精力啊等等各方面。还是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我也不能骗你，对吧？放这儿吧。这个只要你愿意画啊，小不小白的不都是手把手教，对不对？注意这些叶片之间的一些这种俯仰关系啊，它你看上面的是要往垂下来，所以它第二片叶子啊，第二片叶片呢，它与这片叶片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顺承的一个关系，你看，是吧？一个顺承的一个关系，就跟以前我不给大家有一次讲座嘛，讲这个人物画的时候，对吧？群组的人物画啊，群组的，比如说组合的，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头部的关系，一个头部的这个朝向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顺承的一个关系啊。你会发现啊，如果里边有10个人，他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啊，但是这10个角度基本上能够连成一个圈，连成一个回环。所以这是构图里边的一些这种我们经常讲的开合，对吧？顾盼左右，对吧？都是运用到了这个绘画当中，它都是在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啊，包括人物的姿态。所以咱们画这个花鸟画，它其实也是更讲究这个什么顾盼呐、开合呀，对吧？大开大合呀，那不都是讲的花鸟画吗？构图。所以构图啊，大家要画的时候要注意思考。其实你画的多了啊，临摹的多了之后，你会慢慢的把人家这个构图的这种理念呢，慢慢的你就会形成了啊，形成或多或少你都会吸收一些了啊。然后你稍微再注意一点这种创作意识啊，或者一开始对临完了，开始试着默画一些小画啊，简单的，然后把这种构图呢运用过去啊，慢慢你就会运用了，用的多就会了，不用是不会。所以创作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呢，就是要先临摹，临摹完了要如何运用啊，要给它学会，要多练多画。那这样呢，就是多笔触的啊，给它摆出这么一个形状来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叶片还是很好画的，很简单啊。
然后再勾一下。这是什么鸟？这是叫什么隼？麻鹰、红隼。这个叶片比较费颜色，比较费颜料啊，画2笔就是占1颗。根据个人的喜好啊，你喜欢绿的呢，就画成绿叶啊，就和原画一样啊。喜欢稍微偏红一点的呢，就偏黄一点的呢，就画成这样的。当然是画绿色呢，它比较稳一些啊，这个颜色会稳一些。因为我说了，这个黄色它颜色不是特别的稳，比较轻一些啊，它的明度高，这个纯度也高。纯度如果太低，画出来它更显得什么没分量啊，更飘。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可以自由的选择啊。初秋的感觉是吧？因为如果是这个深秋啊，这个其实就没有叶子了，叶子基本上都掉完了。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10月份的一个状态啊，10月中下旬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会儿在北京啊，北京那个胡同里边叫什么胡同啊？不记得了。胡同里边有一个叫什么胡同？哎，我想想啊，叫什么来着？就好多人在拍那个叶片啊。我是干啥？我是那会儿去那个东城区的那个什么劳动局吧，好像是去那儿啊，去仲裁哈。然后呢，
去了往那胡同里边啊，走在胡同里边，哎呦，那个银杏叶啊，太漂亮了，那个树。然后那边胡同里边啊，映衬的这个老房子特别好看。那会儿已经黄得很厉害了。钓鱼台国民宾馆叫什么？我这一点我这个记不住了，忘了，因为我都没怎么在北京逛过，天天2点一线。不爱逛，我这个人就不爱逛，不爱瞎逛悠。这边再加2片啊，加2片。好，把这个稍微勾一下。啊，我的妈呀！银杏叶分公母，母的是扇形，公的中间分裂2个小三角啊，就像这样的呗，中间有一个大分叉的，对吧？是公的，像这样一整片的这个小扇子呢，是母的，对吧？哎呦，这位同学家里是种银杏树的吗？听说银杏树特别贵，是不是？然后猫头鹰来了。据说很贵，这个银杏树是吧？因为我之前一同学啊，他大学同学，他毕业之后呢，去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里边啊，当了一个采购员，他负责这个采购业务。哎呦，给他干嘛呢？来找他的特别多。在他们公司，我据说哈，他们公司像这种银杏树就特别贵啊。有一些景观啊，做一些园林景观的时候要用到一些这种树，要买的话都很贵。今天画鸳鸯啊，今天不能再画了，一会儿有时间
肯定有时间，一会儿时间肯定是富裕的了。现在你看还不到9点，有时间我们画个别的啊。不断的丰富一下这个层次啊，把这些小的块面啊切割的一些这里边的一些留白，你要想办法把它切割的好看一些。这是个母的是吧？小扇子。好了，哎，这个树呢就这样啊，就这样。我们现在把小鸟啊颜色给它，这个小麻鹰还是小红隼，颜色给它调一调啊，给它调教一下，是不是叫红隼呢？如果是叫红隼，我看看，我给它调颜色，稍微给它调一下啊，调的再鲜一点，太素了，太灰了这个颜色。我看看长什么样，哎呦，还真像了，这还真像啊。叫红隼，小老鹰。好，把它颜色我们给它加红一点，好不好？咱这个赭石太不给力了啊！我里边用这个就直接用刚才画叶子的，这个是一个朱标，这是个朱标色。朱标色我再调一点这个赭石。不要太重啊，不要太重，不要太浓了，千万别整过分了，好吧？别整过分了。那么沿着它的这个头，从头开始啊。哎，带一点披比丝毛，看，带一点披比丝毛，要透着底色啊，要透着底色，不要完全盖住了底色，明白吧？透着点底色啊。那么加了之后，哎，就比较般配了，就感觉比较般配一些了，对吧？反正这个虽然这个笋很名贵，
但也配不上咱们的这个银杏叶。加完之后有那么点意思。好，继续调这个颜色啊，朱标，这时墨。你看这颜色啊，之前那个赭石色呀，就怎么说它呢？就不争气，就差的掉渣，就是真是差的掉渣啊！这个杂质太多了，然后把它连一块了，不小心连一块了。再来复笔的时候，再画第二遍的时候啊，你可得千万要小心啊，别画糊了啊，很容易画糊呀，啊，明白吧？别画糊了，好吧？特别害怕大家给画糊了。那么这个肚子这一块，我们也用这个朱标啊，稍微的加一下啊，朱标，不用太厚，不用太厚，不用太浓。还是按照老师说的这种打点的这种方式啊，点督，小笔触的点督，顺着结构用笔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难的一些技巧啊，就顺着笔毛笔摁下去啊，压下去就可以了。好，到了下面的之后，边缘的时候可以劈笔撕两笔啊，是吧？一笔丝毛撕两笔，好。尾部的这个腹语，哎，轻轻的撕两笔啊，切两笔就可以了。呀，谢谢猫头鹰啊，谢谢菊妹。这菊妹老给我刷礼物，都无以回报啊。回头送你一张画吧。头部这一块稍微加重一点啊，头部这一块稍微加重一点。眼角这一块蹭了一点墨，对吧？蹭了一点墨，稍微加重一点。哎，看到没有？再来一点墨啊，重一点的墨，稍微修改一下这个嘴巴这一块啊，这个牙缝太大了啊，不够它塞牙的，不够它塞牙缝的，把牙缝缩小一点，把牙缝缩小一点啊，缩小一点牙缝。好了，那么爪子一个灰灰的啊，青色，灰灰的青色啊，花青墨啊，就是说白就是花青墨的这么个颜色嘛。爪子很简单啊，爪子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啊，没有什么难度。
像这样的颜色呢，它基本上都是，你可以选择是什么主观，比较偏主观一些的或者比较偏客观一些。但是写意画呢，它基本上都会有很主观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啊，它和工笔画不一样。所以这个颜色上你千万不要害怕，哎呦，我是不是和真实的不一样？你肯定和真实的不一样，明白吧？你是画画不是拍照，拍照拍出来的有的还假呢，对吧？何况是画呢？好，那么叶片小鸟呢，咱们就到这儿啊。我们把这个底下，底下还有叶子吗？底下好像还有叶子啊。把底下这一块呢稍微加一加啊，稍微加一加。把这个树干呢，这会儿你可以回过头来用重一点的墨啊，重一点的墨做一些皴擦。那么它的这种啊，就是后期，就是复工的比较多，对吧？后期老是反反复复的啊，反反复复的画。你看这个树画的多麻烦啊，各种皴，是不是啊？各种皴擦，各种这种交叉。所以一开始是走了一遍这种淡墨啊，把整体的枝子画出来。整体的枝子画出来啊！你不要一开始去勾，有的同学就喜欢勾啊，喜欢一开始就开始勾，开始勾很麻烦，一开始就勾的话啊，所以一开始选用老师的这种方式来画，会简单的多呀。有的同学一开始就开始勾这个边了啊，可能是形成了这种固定的思维啊，对于画画的一些理解，对吧？包括小孩画画他也是啊。先铅笔勾完了之后呢，再涂个蜡笔啊，或者涂个彩笔啊。我们要有这种块面思维就会好一些啊。你如果是块面的思维的话，你就会选择一开始用整的一个笔墨来画它，而不是说用线性的这种笔墨。虽然它皴擦的挺好啊，勾的挺好，但是就是麻烦啊，就是麻烦。啊，是不是稍微勾一下，它就丰富一些了，更接近它的这种画法了，对吧？一开始呢，我是采取的这种直接写的这种方式。好，下面我们把石头画一下啊，把石头画一下。现在比较搭配了，这两片叶子怎么显得在镜头底下显得这么黄啊？明晃晃的。来画石头了，一开始淡墨啊，先淡墨。这个石头和这个画树枝不能一样啊，画树枝你可以大块的，画石头呢，咱还是老实点啊，老实点。
比较皮啊。看准一个位置啊，看准一个位置啊，大概的位置。这块对吧？是这个花啊，是菊花。这个石头它主要就是通过颜色来区分这个质感，一个赭石色对吧？一个赭石色。犯大毛病啊，毛病太小了，耍不开。这是什么树？您猜，你猜猜看是什么树？这底下呢就来一点整点小花样。就把这个笔墨功夫展现一下，对吧？侧锋啊，握笔把毛笔握倒，这样皴擦啊，沿着结构有序的皴擦，不要乱皴。把这个石头的这种形状，这种体积感，它马上就出来了吗？白果树，对，白果树，还用猜？刚才有位同学他问老师了，让我猜一下。我特别想去画画新疆的胡杨。胡杨也很漂亮，对吧？这些皴擦的地方啊，稍微规制一下啊，归类，是吧？你不要皴的到处都是的。你看我这一定是有留白的，很多同学皴的特别松散，这里一笔，这里一笔，这里一笔啊。他用笔，一个是用笔不连贯，如果用笔连贯的话，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块，他跑不到这儿来啊。那同学这里看一笔画一笔，这里一笔，这里皴一笔，这里皴一笔啊，他是看一笔画一笔，画完之后发现画了满满的到处都是，对吧？没有足够的这种留白啊，没有空间的留白，那么它体积感是出不来的。很多同学喜欢画山水吧？画山水的时候，把你山水功底啊展现一下啊，展现给老师看看，学的咋样？谢谢猫头鹰，不要破费了。一气呵成，对吧？那么这个石头既有笔墨韵味呢，又是有这种体积感啊。
既传统又现代。底下还留了这么多啊，比原画稍微留的多了一点啊，比原画留的多了一点点。所以咱们这个尺寸啊，你画成这样，完全是可以给它拉长一点点啊。塔里木胡杨多呀，哎，不知道啥时候能去呢？啥时候能去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菊花给画一下了。这菊花呢是白色的，其实是白菊花，它里边有一点花心，有一点点黄啊，有一点黄。所以你给它换个颜色也行啊。有的同学一开始说，哎，这个叶片你改成了黄色，那花还是黄色，能行吗？能行啊，能行。要么你就改成淡淡的粉色啊，黄，我看黄配个淡淡的紫色啊，配个紫色吧，是一对互补色啊，黄色和紫色，它是一对互补色。这个现在不要染色啊，等它干了之后再染。现在染色这个墨它就跑墨了，就阴的到处都是啊。好，我们勾下这个花瓣，花也很简单啊，很简单。勾花希望大家勾的放松一点，不要太拘谨啊。很多同学勾这个花瓣呢，勾的很拘谨。就之前的时候看了大家画的那个戴胜那一张，对吧？戴胜那一张啊，勾的特别的拘谨，放松一点勾啊，放松一点勾。毛笔干一些，不要太湿啊，干一些，也不要聚锋聚的太拢啊。有的同学把毛笔喜欢都是聚的很紧很紧，来稍微随意一点啊，刮这节儿刮一刮，刮成这个刮成啥样就啥样啊，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就开始在这一片对吧？哎，一朵小小的，不是特别大。哎，线条粗糙一些啊，不要画的太光滑。很多同学的线呢画的特别光滑，看让它有一定的这种飞白在里边啊，有一定飞白在里边，对吧？一圈，然后再画第二圈。那这样的话，已经慢慢的已经画懵了啊，有的同学已经画懵了，对吧？就得画懵啊，数不清这个花瓣到底是怎么数的，谁和谁是一组，看不出来，对吧？要画到这种程度啊，有的同学画的清清楚楚啊，谁和谁是这两笔是一个花瓣，这两笔是一个花瓣，对吧？各种都特别清晰。那么到了后面，你看它后面其实还有一朵背面的啊，一朵侧面的，不是背面，侧面的。在后方，对吧？在后方，哎，那么我这个好像是画了靠那边了啊，往这边来了，我往这边再画一画。那么把这个小的花骨朵啊，我画到这边来啊。
一个随机应变啊，因为上面已经被挡住了，上面这个花骨朵你还硬往上画，没必要啊，挪到旁边来，是吧？挪这儿来，挪这儿来。很多小的啊，小的画，然后下面这旁边啊又有2朵，对，蒙了就对了啊，蒙了就对了，就是这样啊，人家画蒙了就对了，别人看的人也看懵了啊，你看不出你这个是怎么组合的，那就对了啊。如果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就太初级了，那还是初学者，还是在芥子园啊，还是在芥子园这个阶段。所以有时候想突破，一定是要从用笔的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一定要从这儿开始。老师带上学去拿成珠啊！九寨沟不适合写生啊，太美了，知道吧？太好看了，写生怎么画还画不过它，对吧？展现的空间太小。那地方色彩比较好，适合画油画。你看这边啊，一定要很放松的用笔。泼墨可以啊，泼墨可以。谢谢闲云鹤来，谢谢刚才凌霄同学啊。一抬头就看到送礼物。这朵有一点不一样啊，这朵有一点不一样。写生是真的很必要啊！最近好多去云南写生的，
其实去西双版纳写生挺好啊，西双版纳那个植物园里边各种花特别多，而且主要那边消费比较低啊，吃的还好，消费还低。你在那住上1个月也花不了多少，完了天天还能去画画。我那会儿就在那儿写生啊，自己一开始跟着老师去，后来老师他们都回去了，我自己又多留了半个月，可舒服了。哎，就是有点热。成都消费高啊，怎么带呀？怎么带你们去写生？没法带。已经过，最近就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就写生的好时候吧。每年过年那一阵啊，或者刚过完年这一阵，就现在啊，现在西双版纳啊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候去写生啊。这个时候花开的正好的时候，年前呢花呢没怎么开，开的少。这个时候是开花开的最多的时候。没去过西双版纳是吧？西双版纳可以去一下。中科院的植物园，去那里边啊，去那里边。我之前还有一套写生工具，扔在那个里边了，扔在一个宾馆里边了啊。走的时候就没带走，因为不方便带。哪住宿费贵啊？那个地方住宿费不贵啊。然后呢，那会儿是18年，对，19年，19年过年之前啊。结果准备第二年再去，结果第二年呢去不了了。然后这几年一直没有去，所以今年去那儿写生的人特别多啊，大家都憋了好久了。那些画画的啊，都好久没出去写生了。我不记得什么，我到地方我能认识路，我能找到。那估计都找不着了，那都多少年了。还有的一些画画的啊，为了方便画画，干脆在那儿，之前还有在那儿购房的，每年一到冬天就跑那儿去了。对，因为那便宜啊，特别便宜。现在好像也不便宜了，现在都没有便宜的地方，我感觉。人家情人节为什么放炮放那么响啊？外面过年都没这么厉害。好，叶片呢就是这个花青色就行了，花青色。
大家是不是都很少写生啊？都没怎么写过生呗。我说春天到了啊，比如说家里如果有院子啊，或者有什么偶尔出去郊游的时候，去郊外啊，可以带个板画一画。我自己画过树叶是吧？画树叶不算，画树叶不算，也算写生，反正，但画树叶这个，你是把树叶子给摘下来，自己在家里画了呗？写生过荷花是吧？还得再加2片叶子啊，这旁边呢加2片叶子，加2片小银杏，就不要太黄了，稍微偏绿一点吧。种了各种花和菜，关键是不会写生是吧？一开始啊，写生很难进入状态，你知道吧？不是说对着这个东西，给你个纸，给你个笔，让你画，坐那一天可能都画不出个什么东西来。一开始很难进入状态，你只有心特别安静、特别安静的时候，无欲无求的时候，你才能进入状态。你老想画出来，老想画出来，更画不出来。只有无欲无求啊，无欲无求的时候，到最后啊，有人经常从你一开始你在那画画，比如说在路边啊，或者在哪画画啊，来来往往的人肯定会看你啊，干啥的，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你只有到什么，到最后不受影响了，人从你旁边来了之后，你都没有感觉，那进入状态之后，心特别静了，那会儿才能画出东西来。所以好多之前在学生写生啊，经常我出去写生1个月，那起码头10天，好多学生都进入不了状态。为什么？因为平时画画画的少，知道吧？那小孩玩心比较大，只有到后面了之后，慢慢进入状态了，麻木了，你知道吧？没什么好玩的了，麻木了，开始画画，开始认真琢磨这个事儿，最后进入状态了。好多学生都带他们写生的时候啊，以前在学校里边都是这样的，临了要回府了，要打道回府了，哎，突然进入状态了。不会写生哈，没事儿，这都是小事儿。
所以写生和画照片是完全是两码事，你知道吧？你画照片给你个照片，你只能没有想象空间啊，没有想象空间。你对着实物画，比如画一个什么东西，你一个能取景，对吧？能画整体，能取景。第二个想画细节，哎，你可以看到细节。另外，比如说这个还有取舍啊，有东西可取舍。你对着照片，你这照片就那么大，就只能盛下那几朵花啊，你再取舍没啥了，对吧？所以画照片一般只能画小东西啊，小画。想画了一些稍大一些的这种画幅的，只能是说去写生啊，提取素材来。所以那会儿啊，这个彭村领导要开什么创作课，我想这咋创啊？这个不能是纸上谈兵啊，最后硬造这么一套课啊，最后还夭折了。一套这种纯理论的创作课，还有给我折磨坏了。我只能是从理论出发，没法实践呢。这个东西，我带着你们画，隔着屏幕，你们还是在临摹我的这个作品，对不对？那是什么创作呢？对不对？只能是传达给你们这种创作理念，对吧？你们自己呢，还是到你们回头让你们自己画，你们还是不会。所以特别头疼啊！咱不愿意打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得听这个不懂的人啊，听不懂的人指挥，这是太难受了。他啥也不懂，他也不懂专业，完了还指挥你干，是吧？你们之前上过写生课对吧？对着照片，那是什么写生啊？那不就还是临摹吗？最后老师，画了一幅画出来，对着照片画了一幅画啊，然后自己编了编，有的老师可能也没有编，有的老师可能自己改编了一下，编了一下，完了大家照着一通临摹。通常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所以那会儿老吵架嘛，出发点不一样，明白吧？我们的出发点和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人家是从结果出发啊，最终有什么样的收益，从这个方面考虑啊。咱们是从这教育方面，教学这样教行不行？人家能不能学会啊？能不能有真能有收获，对吧？是从这方面考虑，所以理念不一样啊，经常
经常闹腾那会儿，很难受。所以经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啊，莫名其妙的要求。点一些这种小叶片啊，秋天的感觉它就比较浓了。没学就对了，学它没用，主要是浪费时间呢。一般照片是用来参考的，明白吧？搞创作啊，照片是用来参考，作为素材的这种提取，完全依赖这个照片就完了。所以大学里边啊，临毕业前有一堂课叫做什么？毕业写生，那个就很重要啊！你的毕业创作，你的来源都得来源于这个写生。完了，还有一个什么？之前我们设置的啊，我在学校里边那会儿做课改、做教改，大学生设计的，到了大四，先写生，写生完了还有一堂课叫做这个草图创作啊，草图创作。得先画一个小草图啊，草图能画明白了，再来谈最终的这个创作，对吧？草图画不明白，最终的创作呢，肯定也画不明白啊。所以它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并不是。所以有时候之前说的那些，比如说，哎，我们课是成体系的，是怎么样的？哎呦，那硬成体系，那是真是硬成体系啊！不成的也得让它成。好，把这个赭石染一染啊，赭石染一染，淡淡的赭石啊。那没办法啊，你这个外行。一会儿这个花呢，我们画一个淡淡的紫色，好吧？淡淡的紫色呀，紫色与黄色更配嘛。以前流传的一句话不是“黄配紫，赛狗屎”吗？是不是？其实黄色与紫色它是一个什么？是一对这个互补色，明白吧？对比色，对，对比色。所以咱们用这个黄色配这个紫色。你比如说，有没有喜欢看 NBA 的啊？知道科比吧？科比是湖人队的，对吧？那么湖人队的队服不就是黄和紫吗？是不是黄和紫搭配的？绿是什么？绿是和红，所以红花配绿叶，对吧？绿是和红。对吧？那这样以后在配色的时候，起码你自己有一点点这个色彩知识，对吧？有一点根据，你就不会稀里糊涂的，想怎么配怎么配。大致呢，有了一个方向了，有一个方向就会好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方向，主要是红配绿丑的哭啊，哼。
大毛笔吧，还是。哎，这大碟就好用啊，这个颜色你看看，一下能调好多。有这赭石不给力，这个赭石呢调淡一些啊，千万别调太重了啊，调淡一点。蹭点这个淡墨啊，蹭点淡墨给它调一块儿，淡墨少蹭一点，别蹭多了。蹭多了又脏啊，又脏，然后从里边它就分不出来啊，分不出这个层次来了。我们需要靠这个石头的颜色，把这个树干区分开啊，然后把这个叶片区分开，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石头的颜色。然后呢，有些地方干了之后啊，树干上的这些胎点啊，用比较浓的这个重墨啊，用重墨再点一下。好，它底下呢还是沿着结构这么去染啊，哎，沿着结构染，它的体积感会更强一些。不要平涂了啊，当然了，平涂也可以，但是如果能够养成这种习惯啊，这种染色的习惯其实是非常好的，对吧？哎，像这样的转折的地方，这不都是称为结构的地方吗？这些地方你可以先存一存。好的，好的，有事忙去吧，没关系啊。然后再来啊，把这些地方稍微加点水，颜色稍微浅一点啊，填补上，层次变化就能稍微丰富一点呢，稍微丰富一点。紫色走一波，淡淡的紫色啊。紫色你用红啊，红调蓝，红色和蓝色能调出紫色来。或者如果你这个颜料啊特别多，对吧？种类特别多的话，它是有紫色的。如果是只有12色呢，你可以用红和蓝调出一个紫色，就是可以用曙红调一点花青，哎，调出一个淡淡的紫色来，对吧？那么至于这个紫色的倾向啊，是偏红还是偏蓝，随便自己，稍微偏红一点可能会好看一些。淡一点啊，淡一点，不要太重啊。那么也是从这个花心的部分啊，花心的部分，哎，从花心的部分往外，稍微衬一衬啊，回头把白色一染，它这个里边是要染一些白色嘛。
好，这种层次呢，就是通过这个紫色啊，这么衬托一下啊，烘染一下，逐渐呢往外圈就越来越浅啊，就稍微点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写意画啊，不是像这个墨骨或者工笔类，不需要染得太细。呀，谢谢这位同学啊，贵同学，石头的颜色染的不一样，一样的呀，不一样的吗？只是说有深浅区分啊，上面这块呢重一点，中间这块亮面的我染的淡一些啊，就是染完这个之后，这个笔上啊再蓄一点水，哎，那么染出来它就会显得浅一些，明白吧？稍微显得浅一点点。那还有地方可以染白呀。那白色当然是要染了，不染的话这个是看不出来，对吧？所以呢，最好是染一下白色，包括昨天画完的那个，昨天上课画的，昨天是画的什么呀？昨天画的夏，画的鸳鸯啊，鸳鸯那个白色啊，也给染一下。因为生宣这个，因为生宣呢，这个白色啊，你染完可能当时看不出来，但是裱出来绝对是能看出来了，裱完之后是能看出来的。也不要染太厚啊，不要染太厚。如果你画的是一些白色的花，偏浅偏白的啊，这个紫不太明显了，把紫稍微强调一下啊。有的时候还从背面啊，还可以从背面染一下，对吧？这个白色啊，有的时候可以从背面染，因为宣纸是通透的，宣纸它是可以透过去的，它和绢差不多。所以你看，有的画人物的，有染色从背面衬很浓的这个白色或者其他的颜色，从正面有时候染多了不好，染多了痕迹特别明显，那么他们就会选择从背面染。好，不需要每一朵每一片，不需要每一片都染到啊。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其实画成一个完全是紫色的也行啊，看着也可以，因为这个面积不是特别大，这样反而有点看不出来。所以要么你选择染成全部都是紫色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好，下面呢把这个草啊、地面呢稍微的烘托一下啊，又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度。
秋景，底下大笔触的点一点，下面啊用这种大笔触啊，这个太大了。上次画牡丹就是拿这只大垂云给我画大了，应该拿这个花开富贵啊。上次是拿的这个大垂云，差了不少。哎，这样点剁啊，点剁。点一点啊，很解压啊，很舒服。点完之后特别放松啊，心情。有的地方可以重一点，其实撒一点水点也可以，对吧？哎，有的呢就是笔上啊，从这儿咔咔撒一点水点啊，像这样的状态也可以。当然，这种方式呢，通常是画这个画池塘啊，画荷塘，哎，画这样的它更合适一些啊，更合适一些。点完之后睡得香，对吧？这个点完之后，一天的疲劳都没有了。你看画画多好，作用非常，效果非常明显，助睡眠。然后这些小草啊，小草啊，稍微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而这块颜色很漂亮哈，随便抹了抹还挺好看，是吧？随便撒了撒点，点了点啊，勾一勾还挺漂亮啊，是吧？很好，很好，很不错，很不错。新来的同学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回头发到群里边，进到咱们粉丝群里边，回头老师把作业呢，把这个画呀、案例啊发过去，把眼珠子染一下啊，眼珠子还没染呢。秋景、秋风，这个提个秋天的诗啊，秋天相关的诗句就可以了。眼睛用淡淡的这个淡墨色啊，随便啊，或者淡的赭石、淡墨吧，不要用赭石了，或者淡淡的花青，画叶片的淡淡的绿啊都可以。又是完美一幅吧，基本上啊，像这个都不会失手啊，基本上都不会失手啊。
边缘呢稍微点重一点，哎，重一点。干了之后呢，它就会浅一些啊，整体。居然睡着了，果然是有助于睡眠吧？睡眠不好的同学啊，赶紧购课啊！有助睡眠。落款，落款写啥呢？这是什么鸟？这是差点说这是爱情鸟，这个叫什么来？隼啊！今天情人节，这是一只爱情鸟。他把心爱的刀郎给吃了。然后写落款啊，落款写个词儿啊，我爹，来自直男的浪漫。这是直男今天送给大家的礼物啊！一只秋天吃刀郎的隼。处处皆秋色，山山为落灰。山山为落灰啊！一个秋景，描写秋天的一句诗啊。亏美初春。好，好，一句这个秋天的描写秋天的诗啊，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灰。盖个章。
这个比昨天的落款好吗？昨天写的啥？有时候像这种行草啊，也得写慢一点，能写好。如果写太快了就写不好，写快了就飘了啊，和画画一样啊。有时候让大家慢一点，慢一点，就是这个线条一定要慢一点。你看一些书法老师啊，他教你们写行书或者草书，写的很慢很慢啊，那不是说行草就是一定是快，有的写特别慢，对吧？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线条的质量啊，追求的是线条的质量。那么咱们的4条屏啊，已经凑齐3个了啊，这么快呀，这比画墨骨的快多了，对吧？墨骨4条屏比这小，需要的时间呢比这长。好了，这个整体效果还不错啊，这张整体效果还可以，是吧？才几点了？才不到10点呢，要不要再来一张啊？要不要来个小的？画个啥呢？等会儿我拍好照我就发啊。不要了，好，行啊，要了就今天就早点结束啊。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然后呢，把这个课程链接在咱们的1号链接啊，1号链接。哎，胎点没点啊，胎点没点，胎点呢有一些地方该点的得点啊。点的时候注意一点节奏感啊，好多同学一点的满数都是的。之前我看那个教的这个墨骨作业啊，是哪一个章啊？这个胎点点的树上点满了都，点那么多干嘛呀？少点一点啊，需要的地方点一点，不需要的地方点它干啥？就把这个节奏啊，注意这种间奏。要给它控制一下，一个是起到这种醒目的作用，对吧？起到一个什么形体区分的一个作用。没必要你就不要点那么多啊。你看这块是吧？需要点一下啊，浓一点、重一点，对吧？大胆的点，该点的就大大方方的啊，落笔点下去，不要点成个三角形。好多同学不知道他咋点的，点出一个三角形来啊，各种形状都有，这很奇怪。你看这样把这个树啊就能区分出来啊，树和石头我们就区分出来一些了吗？其实这个树你可以淡淡的染，不染颜色也行了啊。哎，这样不是醒目一些了，对吧？醒目一点。
有了一个区分啊，有一个区分。你点的就是三角形，对吧？怎么点的？我怎么点的能点出个三角形来？点的时候一个是蘸墨要饱满，另外一个啊蘸墨要饱满。另外，如果点不好啊，你可以点慢一点，长锋这么按下来啊，长锋按下来，对吧？长锋点下来，你不要是你肯定是这毛笔是聚在一块，对吧？一个形成了一种这个锋很尖锐的这种锋，然后点下去就形成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啊，不要点的太尖啊，不要点那么尖，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吧？好了，最后打一遍广告啊，咱们的课程链接呢，在咱们的这个1号链接里边，那么一共是120节课，有这种小写意啊，还有这种墨骨，还有一些动物画啊，动物画。那么目前呢是咱们的墨骨好像画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最近呢，咱们就是赶这个小写意啊的进度啊，多画点小写意，换着来，好吧？对，后天的课，后天咱们继续上课啊，后天咱们画这个冬景了，画冬景了。好，那今天咱们的课程啊就到这了啊，谢谢各位同学们，祝大家今天这个情人节愉快啊，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晚安。